谢谢你，张姐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这番话。如果你不说，可能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带到坟墓里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的有多厉害。我真的错了。玉姐，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第一次鼓起勇气叫你一声玉姐。我记得那会儿，咱们俩刚结婚，我上这件白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一直把你这幅画放在我别墅的地下室里，我就是不敢去面对这一刻。我看到玉姐，如果当时我不跟你吵架，你也不会抱着儿子离家出，也不会开车掉到水里。我要是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过来抱抱，把你搂在我怀里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玉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儿子，对不起你，我后知后这一生只有遗憾的一生，对不起任何人。我以为我做的事都是对的，今天看来，我做的事情确是错的。我一时误会我罢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其实很爱我妈，他也很爱你。侯总，吃饭啦！哎，来了。没叫侯爵。风快，你坐下知道。快来，来坐下。他怎么在厨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慢点吧。猜猜这是什么？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可以打开看看。
这可是你儿子亲手给你做的啊！行了，来，我来。哎，好了，我来。真香的红烧肉，我儿子知道这红烧肉是我的最爱。来，吃饭。这肉我得省着点吃。儿子啊，只是在你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喂过你，今天爸爸再喂你一口。可就这几块，吃完就没了。1个礼拜就这一回。肥的留给我吃，你吃瘦的。不心疼啊？不行。那我就……哎呦，这次做的一般，手艺没花费好。不错，挺好的。来吃饭。好吃吧？我们这儿呢，一般都是小班授课，为了保证学习质量，每班最多就6个人。哎，教练都是杠杠，都是专业队退役的。比方说我，那水平啊，绝对没问题啊。我们也可以1对1授课，按小时收费，就是有点贵。你是完全不会游泳？小时候会，8岁以前会游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试一下，别怕，有啥好怕的呀？别跟小孩儿一样。不是哥，你玩水呢？啊，看来你是真怕水。来，哎，你呀就别折腾你自己了呗。不行，我就喜欢折腾我自己。哎，这话我喜欢。哎，其实这水啊并不可怕，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。来，站着它，来试试。可以的。不是，这又怎么了呀？这恐惧本身太恐惧了。算了，下回吧。哎，下次吧。慢走啊。喂，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想去学游泳，但是还是不敢。怎么突然想起要学游泳了？这不是也没有什么误会了吗？然后一直不会游泳多尴尬呀！我怕以后这个游水里的救援耽误。你也别急，慢慢来嘛。这种影响不可能1天2天就解除了。是啊，这不在慢慢消除吗？这样吧，你拜我为师，我教你啊。
你教我？你早说呀！那你明天开始教我吧，啊？然后你去准备一套漂亮的泳衣。谁说我教你学游泳，我一定要穿泳衣了？啊？那你穿什么教？那就再说了。喂，哎，你听得见吗？喂。什么电话呀？神神秘秘搞什么呢？我想跟你说说话，心里难受。喂，怎么了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有一个人，他伤害了你，可你还喜欢他，怎么办？不会吧，你都爱这么深了？可是他不想跟你结婚呐。不过呢，好多事儿可能都在变。比如说侯爵，他跟他爸现在都已经和平共处了，所以都不一定嘛。就因为他爸大病了一场，可能吧。大病一场以后，好像两个人都变了。现在他们不得不并肩作战，不然公司可能会破产了。破产。十一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挂了。啊，什么奇奇怪怪的？这么着急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？啊？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哦，你是说我住院的事儿吧？我现在不是出院了吗？你看我身体多好啊！我说的是公司的事儿。哦，公司的事儿也都过了。原来吧，每天睁眼闭眼，满脑子全是工作的事儿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每天3个宝1个岛，到了晚上还一个热水澡，挺好。我不想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你的消息。我想跟你回到以前的日子。芊芊，以前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再也回不到以前了。老头，
要再叫我老头了，好吗？不要再叫了。我现在都稍微平复了一点，我不想再想到过去的事情。海星不是挺好的吗？人又年轻，对你掏心掏肺的，你应该珍惜呀。我已经明确的回绝他了，我们两个不可能。我们俩也是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先回去了。别走。芊芊，你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。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不会更好。芊芊，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我现在要什么没什么，要钱也没有钱了，你跟我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咱们俩继续走下去的，我只会拖累你，只会成为你的累赘，而且我自己绝对不允许我自己这么做的。你不是我的累赘，我什么都会，我可以照顾你啊。比起以前的侯总，我更爱现在的你。你什么都会做，你现在是生活在一种理想化的状态，我生活在现实当中，我知道现实有多残酷。你要继续跟我走下去，你面对的压力有多大？原来我有钱的时候我有自信，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这个老头没有自信了，而且我在问你，你今后怎么跟你父母交代？你父母现在不知道我的状况，你怎么跟你身边的朋友交代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交代？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在乎，我在乎，我折腾不动了。我现在只想消消停停的过我剩下的日子。我跟老天爷说过，我说下辈子一定要再让我遇到这个女孩，一定要早20年遇到她。飞逝的流星划破夜空，睁眼闭眼几万公里，一闪而过的侥幸没有意义。你对世界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隐藏的面具，缺失的回忆。答应我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时间尽头那一刻，我迷失在你的轮廓。我一想到你到时候万一有个胃出什么问题，有个3长2短，你让我到底怎么办？我一个人，我有心脏病，我会受不了的。不懂这寂寞，无所适从的落寞，蔓延的掌纹，走不出的火。
觉得没有睡意。电话整晚那么安静，一段感情的认真没有虚惊。你的世界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隐藏的面具，缺失的回忆。穿过时间尽头那一刻，我迷失在你的轮廓，解不开的枷锁无法挣脱。难过是读不懂这寂寞，无所适从的落寞。掌纹，直到世界尽头。才不上你的当！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在工作，不方便接。喂，赵总啊。哎，侯先生，你好啊！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。哎，说。那个11最近干嘛呢？他应该在休假。不过我觉得，他其实是在你身边，暗中保护你。啊？什么？我身边？你什么意思啊11担心刘铁浩不会消停，周全又被退回来了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侯先生，好了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我挂了啊。这话说一半儿。他其实是在你身边，暗中保护你。身边。哎呦，干什么呢？着急忙慌的。哎，哎，你干嘛偷窥我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有线人呗。你给了赵总多少好处啊？我给赵总买了一座岛，
切，少来吧你！你等着我过来找你啊！哎，你别过来，你过来就失去了我这么做的意义了。刘铁浩这个人，我觉得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你根本不知道一个赌徒穷途末路以后会有多疯狂啊！你怕什么？报警就好了嘛。目前报案还没证据，如果他知道你身边有我保护你，他就更不会露头了。我可不想让这个坏蛋逍遥法外，所以喽。哎，我想过来找你，你怎么那么操心呢？解决完这个事儿，我就不操心了。那我可不能轻易让你解决。侯爵啊，你这套健康营养套餐还真是有点管用。是，这几天吃下来，我血脂还真没上去。对呀，多好吃素。但我觉得呢，偶尔还是可以吃点肉，行，是吧？好了，我就给你做啊。哎，你吃饭呀，侯爵，别玩手机了。对呀，来，赶紧吃。我吃完了，不吃了。不吃了？你什么叫吃完了？你还没吃呢。对呀，侯爵，还这孩子，你看你孩子真是。谁呀？你好，你的外卖？我没点外卖啊。请问你是武小姐吗？我是。那就对了，这是你的。谢谢啊。祝你用餐愉快。重辣少盐准时，收货人脾气暴躁，武艺高强，请外卖小哥保重，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。喂，饭菜好吃吗？你的艳舞跳得太好了，我都忘了吃了。我决定以后没有艳舞看呢，我就绝食。想的挺美的啊！我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啊？干嘛呀？你转过去，闭上眼睛，我不叫你千万不要回头。好，我转过去。你在贴纸呢？挺像新的，就是这个心好像胖了点儿。好了没有啊？
好了，转过来吧。102吗？啊？201。不会120吧？哎呀，反了！你等会儿啊，你再等我一会儿，重听啊，我贴过来。你要不直接告诉我你想贴成什么吧？侯爵，干嘛呢？啊，那个，这做图呢？做图？哦，我明白。哎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哎，加油！饭还没吃完呢啊，做完了赶紧来吃饭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来，哎，姑娘，欢迎光临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走。哎，闺女。你妈最喜欢的那个情歌王子李想，要办歌迷会啦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妈要是不去，得后悔一辈子。中年大妈一个人去看情歌王子，让人笑话感情饥渴。我跟她去做个伴儿。我买票请她去。他还有理由拒绝吗？但是我没钱，500，够了。哎，不容易啊。1个礼拜以前，有位先生找到我，他告诉我说，有一位美丽的女士，在我们出道到现在以来，一直都是我们的天感粉丝，20多年从未改变。那么，他也一直深爱着这位女士，受这位先生所托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要演唱一首。他为这位他的心上人所创作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无心的错》。同时，也用这首歌向所有支持我们的歌迷说一声：三生有幸遇上你们，是我们最美的运气。谢谢。一个人的夜，好寂寞，独自坐在靠窗的那个角落，茫然看着窗外的灯火，不知无助的时光都留在安坐的街一刻。我会好好地来过。感谢。
猜错的话，你旁边这位美丽的女士就是你的心上人吧？我想现在邀请你，在我们所有现场朋友的见证下，把这束花献给你的心上人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李想。爸，起来了，弄什么呢？快过来吃早餐吧。豪杰，来，这是你的粥。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呀？是不是昨天晚上又熬夜了？啊？又熬夜，这睡得不太好。什么叫睡得不太好啊？我跟你说，年轻人少熬夜。你爸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作就熬夜太多，你看我现在落下一身的毛病，得不偿失啊。放心吧，我的身体好着呢。侯姐，你看看，你老爸买的胶片机2手的，1000多块钱。这要搞收藏啊？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摄影，那会儿你刚生下来，我就说我每天得抱着你拍张照片。结果呀，现在是抱不动你了，照片呢一张没拍成。是时候该把爱好捡起来了。对了，爸，我跟你简单说一些公司现在的情况啊。哎呀，公司现在的情况不要跟我说了，公司都交给你打理了。好。哎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公司善后的事儿？哎，这事儿跟我有关，你说说。公司的这个遣散费我都发过了。按合同上说呢，是每个员工要发3个月的工资啊，我又多发了1个月。然后公司现在整体装修，我把除了设计部这一块地方，剩下地方都招租了，要他们打算没有。然后呢，我最近找了几个小的工程在招标，我在做方案呢。你小子还真够大方的，还多发1个月工资。哎呦，那吃饭的时候别说工作，好了，影响消化呢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公司交给你打理了，今后任何事儿我都不管了啊。不说工作了吗？不说了，张姐，我再说最后一句啊。你说，有套别墅已经卖了，啊，当拿到钱以后呢，你把钱拿到公司去做备用金，好不好？好好干，儿子。好。谁呀？来啦！开门看看。谁呀？来啦！哟，张律师，来，快请进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来，我在车上吃的。先换上鞋。哎，好啊，谢谢啊。我找侯总。你找我啊？不，我找小侯总。你今后你叫他侯总，叫我侯叔，这2个人就能区分开。叫侯哥。这孩子没大没小。什么爸，你先吃，我就跟他聊一聊。去吧，咱俩去书房走。好。来，这屋。武天一的几个债权人我都找到了。他们同意将债务转到你的名下。你只需要找到几个债务人，给他们签一下第3方协议，然后再到公证处公证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太好了，我就怕他们不答应，他们只要同意了就好办了。这是我起草的债权转让协议，你先看一下。好，我签字就好了，是吧？对。来，侯总，喝点水。哎，你看，
其实啊，你别看侯爵他平时啊爱搞怪，关键的时候啊可会用心呐。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。是啊，所以啊，平时你也别太着急。哎，是啊，孩子大了，我是真的该放手了。对，该放的时候就放吧。你别喝了，你这几天一天到晚都在喝酒，干嘛呢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给人家客人免单，全场免单。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活都白干了。哎，白的不行，不能喝白的了，不喝白的，白的也行。你把酒藏哪儿了？不可能让你再喝了。哎呦，你给我坐下。哎呦，你好好坐下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不是。哎呦天哪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坐。这是醋啊！天哪，别闹了，坐下。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。哎呦天，你今天啊，你千万别再跟我闹了啊！听见没？哎呦天哪，谁来帮帮我呀？喂。喂。哎。侯爵哥，快来救命吧！啊！哎呀，海星又喝醉了，念念叨叨的都是你。怎么又喝多了？他最近怎么了？这是？我是拿他没辙了，你快来星巴克吧。行，你等着吧。这怎么爱上喝酒了？这兄弟。哎呀，天天喝醉，天天。别闹了啊！来。哎，哥，你总算来了！我的天哪，他喝了好多酒，我拦都拦不住。骗我！这是什么节目啊？这是？他这几天啊一直喝酒，今天更夸张，喝了好多，然后就闹着说是要上吊，要跳河，还要自杀。你说怎么办呀？你劝劝他呀！你看给你能耐的，你看看你这出息。啊，猴子，你来了。你起来。猴子，丢不丢人呢你？来了。啊？丢人啊！太丢人了！我发现我与生俱来的丢人，怪不得我爸妈把我扔了不要我，怕我丢人啊！这表演什么呢？这是你这。他这几天老这样，你说怎么办呀？太复杂了。赶紧把衣服穿上吧。没你这兄弟我难受。赶紧衣服穿上快。我好多话我没法说。走了，咱走了。1、2、3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哦，哥，我在旁边照看照看他，我怕他要是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？你照顾什么？他都喝成这样了，你揍他都醒不过来。你看看，哎呀，不是，有反应吗？哥，这电视啊、报纸上说了，一个人要是喝醉了酒，他没人照看是很危险的事儿。这要是出了问题，谁负责呀？是不是？
你就放心吧，这么晚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。我不放心。怎么了？你这小女孩年纪轻轻的，还是喝成这个样，我得对你们负责呀。为什么？我自己能对自己负责的呀。哎呀，哥，我知道你其实呢，一直都是想撺掇我们俩在一起，但是你又怕我这个当妹妹的吃亏嘛。不过没关系，哥，没事儿。不是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我说哥，你想多了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娃娃，你可能不能再喝了。我没喝酒啊，今天。喝了都不敢像你这么聊。嗯，我走了，那小刘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哥，那你慢点啊。喂，有辆摩托车很可疑，我在这观察一会儿，一会儿你出来开车，直接去公司地库。这个时间，外来车辆不能进去，比较安全。你现在已经到公司了吗？我马上过来找你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隐藏的面具，缺失的回忆。穿过时间尽头那一刻，我迷失在你的轮廓，解不开的枷锁。挣脱，难过是读不懂这寂寞，无所
所适从的落寞，蔓延的掌纹，直到世界尽头。驾！驾！哟，下雨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怎么，孤独症犯了？你有带药吗？没有。我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工作忙忙碌碌的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有些事情还是没人知道的好。我没有什么是怕人知道的。你听过一首歌，叫《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》吗？歌词写的挺好的。要是让我写，我就会改成“赢了你，输了世界也愿意”。没人值得你输掉世界，我更不值得。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是不是放不下我们之间的感情？你还爱我，对吗？我不知道。从侯杰他妈妈去世以后，我就再没有跟任何人有感情的纠葛，直到遇到你。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，或许这根本就不是爱。没关系，让我爱你。这对你不公平。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什么都给不了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求跟你一生一世，让我爱你，1天、1个月、半年、1年都可以，我谁都不会告诉他。倩倩，别小孩气了，你图什么呀？我一大把岁数，一身的毛病，你图什么？我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只是希望我这一辈子可以跟我爱的人轰轰烈烈的爱一场，要不然我死也不会甘心的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，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好的，你可以好好的去爱他。你还有大把的青春，你应该珍惜你的青春，好好的去爱另外一个比我更好的人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这种人身上，没有意义。你怎么知道呢？那如果遇不上呢？那或者说，遇上了，像你一样，我敢爱呢？
你肯定能遇上。我都知道。我最后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请你诚实的回答我。你说。如果你今天放弃了我，将来你会后悔吗？我会后悔，我会特别特别难受。这个都是我们用餐的地方，这都你都随便用。我们这条店啊，是这条街风水最好的，从开就没赔过。我觉得还行，这个院子是很不错的，挺宽敞，还是啊。灯光还不错。哎，这个吧台的设计啊，也是挺现代化的。哎，老板，啊，带我们去后厨看看吧。好嘞，好，走。这后厨可不算大地方倒不大，但是使用效率还挺高的，传菜啊、做菜什么的绝对不会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个消防卫生特别好，每次检查都没问题，这您放心。看样子，老板你对这个店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啊。这布局还算是合理。对，反正用着挺方便的。是不错。这个小妹妹啊，那个没事，这是我们这员工，时间长了吧，对这都有感情了。一听要卖店了，有点难受。员工对店这么有感情，说明你是个好老板了。行，那咱上2楼看看。你们店里员工不错，好。这2楼是民宿，一共是4间房，您看看。
差不多能住8个人。能住8个人，所以叫星巴克。对。这么好的房子，怎么就想转呢？对。这会儿也挺多年了，这地儿待久了，挺没劲的，想换个地儿待。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啊，搞不懂。就是。活放妖孽！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家，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站台。好的，老板。喂，侯爵哥，我们老板要把星巴克给卖了。啊？他最近犯什么毛病啊？他是不是惹什么事儿了？他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前段时间他还开基金呢，后来就你们公司来了2个黑衣人来找他，哦，再后来有一个看起来特别有钱的老头也来找过他，我听他叫什么侯总。侯爵哥，该不会是你？不会是什么？哎，侯总。侯总，合同我都带来了，你看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。到时候我们也装修一下，我们可以把那个招牌换一下。没问题。然后那个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床小，大床，我们换个大床啊。阳台呢，桌子、椅子全部换过，还行，有那么点品味。两位，对不起，这个店我不转让。哎，你这开玩笑是不是？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你认真的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转让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浪费我们时间呢吗？你这不是？对，真的对不起。莫名其妙，这是。改天我请你们2位吃饭啊！真的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老板，刚刚那2个客人怎么骂骂咧咧的就走了？这店是不是不卖了？啊，对，真的？对，都怪你，天天哭的，我都没心思跟人谈了。那个，天哥他们找到下家了吗？没有。我赶紧帮把他们追回来。好嘞。哎。勾起右脚，
右手从内侧抓住脚背，吸气，左手向上举，呼气，左手向前伸，右脚向后推高，控制在你能保持平衡的幅度，保持一个呼吸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，过来怎么不打声招呼啊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是海星干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竞标方案是海星投的，是马勇干的。马勇不可能自己去投，而且监控上根本就没有马勇。儿子，马勇都被抓了，公司的竞标方案也输了，现在追究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？如果当时竞标方案没有丢，如果包小涵当时没有选择离开公司，那竞标就不会输啊。哪有那么多如果呀？一切看似偶然，其实冥冥中都有必然。我输得开心，你赢得光荣，这还不够吗？啊？我刚从位置上退下来，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，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啊？我搞不明白，海星为什么这么做？年轻人嘛，哪有不犯错误的？你不是也犯过错误吗？一时糊涂，钱迷心窍吧。你原谅他了是吧？儿子，人一辈子难得有几个真正的好朋友。我认为海星是你真正的朋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就以为海星是我真正的朋友，我把他当兄弟，所以我更不能原谅他这么做。你练吧，走了。侯爵，侯爵，何杰哥来啦！哎，海星呢？哦，他在厨房呢，我替你叫他去。哎，什么是兄弟啊？背后插刀就算兄弟是吧？上去说吧。忙你呢。唉，早知道这事儿早晚得报，也挺好。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是怎么过的。马勇找到你吧？是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喜欢上了钱钱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，但人家看不上我呀，对吧？有一个有钱的给他别墅、好车，啊，这你都知道啊。
那我认啊，我没办法，自己憋屈呗。但后来这人好不容易把他哄到手了，不珍惜他，还把他抛弃了，那我能不管吗？我是不是得报复他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搞他，你搞我干什么？你什么？你有病吧？我就是有病，我疯了，我就要这钱，我得跟钱钱证明我能养活他，我就是冲这个钱，我就是神经病，我发疯了。你爽了吗？爽了。为了你这个事儿，造成多大损失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叫包小涵的优秀设计师，差点被你毁了前途。我爸竞标失败，现在心脏病发作，整个职工建设差点破产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你在给我假正经什么？你拿钱的时候想什么了还行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啊！啊，我今天过来，我是想听到不是你干的。我特别接受不了是你，我特别接受不了是我的兄弟来害我。你良心哪儿去了？被狗吃了吧？我良心就是被狗吃了。你骂的太好了，我根本没求你原谅我，你打我一顿都行，咱俩估计也就一刀两断了，绝交都没关系。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原本就不配做你的兄弟。你在拽什么？现在我就在这跟你拽呢，我也该拽一次了吧？我现在跟你说透了，你听清楚了，咱俩就不是一路人。我们这个层次的人，你永远无法理解。您含着金钥匙长大，我福利院长大。你天天跟我说你被你爸逼到死胡同里，我一直在死胡同里，我就没出来过。真把我当兄弟吗？不见得吧。我不就你一跟班吗？我不就是一配角吗？救援的时候你冲锋陷阵，我给你拉绳；赛车的时候你在那欢呼了，我后面给你鼓掌呢。你夸过我吗？都给我闭嘴！哪怕一次，就一次。凭什么？什么都听你的，什么都可着你来，侯爵、侯大公子。我告诉你自己，你都不知道，你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，跟我指手画脚那样子有多让人讨厌，讨厌透顶了。咱俩就不该认识。你给我闭嘴！就不该认识你，你离我远一点吧，你快滚！别打了，行吗？哎。还行，不要再打了，你们俩。爸爸，对不起啊。不要再打海星了，老板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，老板？你没事。我疼。奶疼，老板。这到最后背后捅刀的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真是不敢相信。他说原因了吗？是因为钱钱不是说跟一个老板谈恋爱吗？海星这心里不平衡，然后就干个那事儿。所以马勇利用他去偷文件。这也说不通啊！有什么说不通的？见利忘义了呗。可我觉得海星不像这样的人。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还收留你，什么都不图，他干嘛要这么做啊？我也觉得他不像这样的人，但是他现在就这么做了，他已经做了，对不对？侯总知道这个事儿吗？知道，好像还去找过他。没有跟你说？怎么跟我说呀？我爸也跟我张不了嘴，肯定是怕他难过吧。
觉得钱钱喜欢的那个人，会不会是你爸呀？这样全都说通了。你别闹了，我跟你说正事呢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钱钱之前跟我说过，他喜欢一个人比他大很多，还有个儿子，事业有成。其他的他就什么都不说了，这不像他，除非他根本不想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。不是，那钱钱跟我爸，没什么不可能啊。那医院送粥的是钱钱，很有可能跟我爸叫老头儿。可能就是他对你爸的一个称呼吧。不是他跟我爸，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一切根本说不通。你好好想想。他们早都知道，啊，合着就不告诉我，海清也不跟我说。海清是没法说，钱钱又不想说，你爸又不能说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现在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哎呀，这样我更难受。我爸，喂，爸，我跟海清在一起呢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觉得有点误会吧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啊，那个我晚上我出去玩了，不回去了。拜拜。太可怕了，跟我爸，这事要成了，我叫钱钱什么？哎，你叫我爸什么？钱钱叫我什么？你叫钱钱什么？你烦不烦？太诡异了。进来吧。你每天就在这儿看着我是吧？对啊。很多事情跟表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吧？也许这就是生活吧。每扇窗的背后，幸福都是一样的，悲伤各有不同。那你说，如果跟爱的人在一起，会不会连悲伤都是幸福的？不知道啊，这不在我的知识点里。我跟你说啊，人这一生中呢，大概会遇到2920多万人，所以两个人相遇的几率大概是0.00049%，特别渺茫。我今天遇到了你，我大概用了3生3世的运气，你得赔给我。怎么赔啊？陪着。什么陪着？你是陪着。
瓶快50块钱，普通酱油能买10几瓶呢。哎呀，叔叔不是这样说的。你想嘛，一瓶酱油能吃3、4个月。然后你想啊，每天只用他妈几毛钱，你的生活质量就能提高了呀。小姑娘真会说话，我就掉进酱油缸里，生活水平也提高不到哪儿去。怎么会呢？哎，你找一瓶，这里最便宜的。哎呀，这个酱油都放在这儿了，要不您再看看吧。哎呀，小姐你没事吧？这是个孕妇。哎呀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哎呀，救救我！我是人妇，哎呀，救救我！哎呦，赶快叫我救护车！这是帮帮我！这不大鹏的媳妇儿吗？是。小梅，先生，小梅，先生你认识她呀？啊！哎呀，我过来的时候她就倒在这儿了，这不怪我，肚子疼。有没有医生啊？快打120！